有一个屋主要来分享他的房子，他的房子在桃园大园客运园区。如果您也想来一场与众不同的旅程，邀请您安排一场富士山的露营，除了可以陶冶一下身心灵，还有令人羡慕的打卡拍照点。有兴趣的朋友参考第一则留言哦。那今天这个好朋友要来分享他最近在大园买的这个房子。因为大园客运园区就是它是比较靠近机场。那我们之前比较常去分享的是观音草塔，就桃园的海线来讲有2大从化区，就桃园客运园区跟观音的草塔从化区。其实在北边一点，现在也有一个叫果林从化区，但是那边我们之前也有一个屋主来分享过大园客运园区是第一次有屋主分享，所以实际的现场状况是怎么样，刚交屋的样子哦。我们先去看一下原始格局，那现场是怎么样，我们到现场去再跟大家分享哦。那我们就待会见。你是不是也想在日本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呢？想度假的时候就可以住自己的房子，但又不想闲置在那边缴交高额的管理费以及修缮基率金，这时候您可以考虑日本联谊护建，委托给民宿公司来管理，平时闲置的时候可以赚取租金报酬，来日本度假时又可以住自己的房子，未来退休时又可以拿回来自己使用，超适合我们的。欢迎一起来日本大赚观光财，有需要的朋友欢迎参考第一则留言。到了，哇，就在大园国中旁边。我看那导航指向那里，是那个叫家田富足，就在大园国中旁边的。那我们直接往前走。那我们已经到了这个社区的现场，我们的屋主阿哲，这是你的房子啊？是啊，刚交屋的样子哈。因为它这个好像一些公设都还在，还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当中啊。是啊。那我刚看这个社区好像它有透天的房型，是不是？有，它后面有几户是透天的。所以它是等于透天跟社区是合在一起。对，合在一起。那有共用公设吗？车道共用都有。车道也是共用。是的。然后它感觉是2栋，这2栋是大楼型的，后面中庭里面才是社区型，就是那种透天型的。那这是它的中庭，那目前看起来就是已经几乎快完工了，就是差这个公设可能还没弄好啊。现在看起来大厅还没弄好，然后这旁边有一个社区。是啊。这个是新的。对，新盖的。应该不便宜哦，现在应该不便宜。然后我记得几年前来的时候，大园客运园区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的房子，都是宜城那些早期盖的房子。现在感觉盖了很多最近非常多家屋然后我刚进来的时候看到景都在那边有盖一个超大的社区。景都在这边应该很多社区。很多社区。那旁边又是大园国中。对。所以这个地点算是非常好的地点。旁边好像有一个很大的皮塘，对不对？对。OK， 就是一个很大的皮塘。好，那我们可以参观一下吗？好，走。阿哲说要先带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这个社区每一户有一块可以让大家自己种。所以一个人一格啊，所以看你要种什么都可以。一格就是有一点像这个还田埂呢，你还可以种一些菜，是不是？是啊，种个菜啊，种个小花嘛之类的。哇，好特别哦。它是景观。景观我们先进去房子里面再看。进来喽。来，应该没有灯了要的，还没装潢，看不清楚。你这什么房型？4房对，住大园就是要住4房。我们好好的来分享一下我刚进来看到1层3户，对，1层3户，纯住家的社区。然后这个配的是飞利浦，这是你后来换的吗？还是标配？标配飞利浦的电子锁，还有指纹指纹的。然后进来还有这个是One Touch吗？对，One Touch把所有电源全部关掉。看起来是这个灯有用，但是那个灯没有关啊。对，所以它这个应该不是One Touch，应该是几个灯的回路它先帮你做好。然后这个进来，它是一个落尘区、玄关区，这里还有做一个内凹电器箱，我们看一下电器箱设计的怎么样。也不错然后这个下面是弱电的部分。进来这里就是整个是一个客餐厅的格局。那你未来打算怎么规划？主卧好像在这边。那你这里要做什么？这有可能餐桌吧。餐桌是不是？餐桌。然后是客厅这样。客厅、餐厅，应该是放在这边的。那也许有些人这边会做餐桌，餐桌可能坐在这里，这边做一个有一点像小书房，这样比较可能收纳空间也可以，做一些柜子，对，就在这里，因为它刚交屋。因为我觉得它客厅在做，我觉得太小。
客厅在这边，来我们看一下客厅，电视背墙在这里，沙发背墙在这里。我们从沙发背墙到电视背墙这样看过去，大概3.2米左右，3.2到3.5米的面宽，所以放大电视也没问题。预计要放多大的电视？刚好就好，刚好就好。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哇，你这超屌的哎！对啊，当初就是喜欢这个景。哎，这看出去就是皮塘哎。对啊，它左前方看得到飞机起降，有没有？像飞机起飞了。哦，真的哎，所以机场在这里。对，在左前方。还好你没这个没有在航道下，对，因为每次我从坐飞机回来的时候，就在飞机上面往下看，就会看到很多房子就在我飞机正下方。我想说这样子会不会有声音？但你这个还好，你看飞机现在正在飞，没听到任何声音了，还好。所以你这边过去机场可能5分钟就到了，超方便，这很适合我们这种常出国的。哎，这到时候如果要出国找不到地方住，先来住你这边。下面是皮塘哦，这么大的一个皮塘。我那一天好像有去大园有看，就是市区那边有看一个房子，它就在皮塘旁边，整个感觉非常舒服。哎，然后它的阳台应该是这样。这边也有玻璃嘛，是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哦，看过去那边就桃园市区有没有？哦，都高了。哎，不是，那是青埔吗？这边应该是青埔啦。对，哦，青埔高楼大厦那里有没有？那很多高楼大厦啊，那边就桃园。对。哦，这边就南崁，哎，连林口都看得到哎，哇，真的是蛮不错的呢，视野非常好。好，那我们进来房间里面呢，刚刚有讲说这边可能做餐厅，或者这边做餐厅，或者是这边做书房，或者做一些多功能室。我们看一下厨房它的配备是怎么样啊？赫众牌的这个滤水器、饮水机也是标配。对，经常装。那它要怎么装？装在厨下型？厨下型的。已经装了？还没。哦，他到时候会来装。对，他会说联络他们工作人员会来装。哦，但是这个出水口已经都做好了。哦，然后配的是樱花的3机吗？樱花的3机啦，双口炉，然后配这个没有配烘碗机，只有烘碗机，没有洗碗机。一字型的，好，这个现在也算是属于标准格局。后阳台的部分呢，那它这个是怎么冷气直接？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不做女儿墙，我不做10墙了，我直接就让我的冷气主机变成墙。放这边。还蛮聪明的哦。对啊。然后这个是它的洗衣机的放置的地方，然后对外窗这个是晒衣架在上面。所以如果说你是买那种单层的，那可能晒衣架还可以用。那你如果是双层，可能到这个地方大概1.9米或2米左右，那这个放下来可能就会去卡到。对啊。所以买那个一台的就好。好，那它这个它是有明火，所以有瓦斯的。现在很多社区是没有瓦斯的啊，天然气的哈。好，你说4间房间嘛？现在就有4间房间，我们看我们先看这一边，这边就是第一间，这个是次卧客房的部分大概是这样。木地板标配蛮大间的呢。不错。这算大吗？蛮大间的啊。以现在这样子的格局来讲，算是蛮大间的。现在很多3房的主卧室大概就这样大而已。接下来旁边也有一间。这间是主卧室。所以你看，刚那一间是如果刚那一间是客房，那它跟主卧室没有差多少，那一间算蛮大间，只是这间主卧室多了一间厕所。而且你看，你床如果在这里，有没有？阿哲，如果你老婆心情不好，早上起来的时候往外看，心情就好了。你看，超赞的吧？看出去整个是绿色的湖景然后它这厕所，我看一下，泡汤，你这个不用做窗帘的啦，根本看不到啊，怎么看出去？你在这里泡汤多爽啊！有没有看到？爽啊！心情有没有会比较好？那我觉得你搬来这个房子以后，你老婆应该心情不会有夫妻之间的这个吵架的关系。所以如果有那个夫妻感情不好，叫他们搬来这边，感情马上变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3间房间。这间就比较小，这是客房，可是也是面这个的对。都有开窗，而且它的开窗不是面那种中庭啊，或者是面天井很暗的那一种，这2间房间都非常的明亮。我们现在都没有灯现场都没有灯可是它整个采光度非常好。OK， 那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间，会先经过公卫，配 TOTO 的3件组，也是有对外窗。刚刚那一个对外窗，就主卧室的对外窗真的很屌，这个也有对外窗，也有这一间也是非常的明亮。4间房间都很亮对啊，格局超棒的。你买这个房子不错，因为应该会替你带财。是吧？希望。对，因为房子前面有这个湖啊，有这个水啊，对不对？我真的觉得这个景是很漂亮的，真的是迎着风，迎向远方的天空。从这里可以直接看到我家，我家在那边，桃园呢。
啊，你原本是住哪边？怎么忽然想不开，想要搬来这边？其实我是原来是住南坎的，原来住南坎，你现在也住南坎也？是住南坎。那是什么样子的原因是要打算从那边？其实当初在这个才预售，我已经买了3年多。哦，3年多前买的，就对，2021、22年，对，差不多22年的时候买的。对，那时候怎么会想买这个房子？第一个学区嘛，旁边就是国中了。哦，有学区的房子，对就是都不用接送，自己走路，放牛吃草，这意思。第二个就是这个湖，我是觉得我被这个湖吸引。哦，你被这个湖吸引哦，你喜怎样它就是？灵动剧啦，就是有时候只要说客厅窗帘打开可以，马上看到对面。哦，你之前你在南坎那个房子就是这样子，那边房子太多了，所以变成说你会发现你回到家窗帘都是关着的。对，这个是一个问题了哈啊，所以常常就是我们就是一直有人在讲说，住在都市里面的人心胸都比较狭隘，为什么呢？因为看出去就人家的内裤啦，今天打开的时候看到是豹纹的，明天看到的是蕾丝的，觉得很生气啦，是不是？所以我来说特别挑了这个方位。哦，所以这个如果一天的这种辛劳，阿哲是在我们南坎那边做这个汽车隔热纸的，对吧？啊，最近听说这个业绩还不错，是吧？哦，所以如果一天比较累，回到家的时候，就是打开这个，哇，对，一天的辛劳都不见了，真的是希望有家的感觉。有家的感觉，你是怎样？很没有家庭温暖，是不是？住南坎的没温暖是吧？哦，所以从市区搬来这边，对，然后当时有去看什么地方？有，其实我还有看外面比较靠近，那算大关路的，我好几个案件都有看。但是我是说，你除了看了大园客运园区以外，还有没有看其他的地方？其他是桃园市了，但是我觉得桃园市就是会比较拥挤，就跟你住南坎那边是一样哦，就是看出去就是人家的房子，你很难找到这个吧？太难了哦，所以当时就是锁定大园客运园区这边比较属于低密度的。对，还有当然是这边的价位也比较比较亲民的，对。对。那你说你看外面那些，为什么你就没兴趣嘞？因为它没有皮塘，没有湖。对，然后偏吵。偏吵，会有什么？比较安静一点。有什么吵杂？外面会有大车啊。哦，有那个拖拉库啦，对，卡车啦，货运车这些。对。有机场飞机的声音吗？对啊。那边一定会有，这边比较没有。这边比较没有哦，所以最后就是考量之下，看到这个湖，直接就给它下去。好像这附近也只有这一户呢，那边也有看过来，但是你这样看过去可以看桃园区，然后也可以看机场，你觉得这个面向是比较好的。当时来的时候应该在很早期吧，不然怎么能抢到这个？这用抢的。哦，用抢的。来排队抢的，对不对？好，那你说你是2022年的时候订的，是的。那时候是我看一下哈，那时候那时候已经涨了，差不多开始涨了哈。对。那你那时候买的像这个是坪数是几坪的？这个是全幢44坪。44坪。对。44坪再加一个车位，一个大车位，然后一个机车也是大车位，一个机车。好，那44坪的全幢再加一个车位，你当时预售1坪买多少钱？24万。24万。对。你可以请你老婆去吃牛排了，超修店啊！现在这边听说前面都开到40万去了啦。哦，那现在房子都很贵了。那你那时候的房，就是以这个房价，你可以买到4房，这样总价差不多多少钱？实价登录都有嘛，对不对？这边大概接近1300。1300嘛。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格局，你当时在桃园区那边看，不要说就是南坎南坎大概接近买2房。哦，只能买2房，这边是4房啊。对。到底是要2房的南坎，还是要这边的4房？最后你选择了这边。因为我想说，我就已经住大园，我当然是要住大的。这边好。那刚刚讲了很多，你买这边的这个房子的一些优点啊，一定就是有这些优点你才会买。那你有没有觉得，有没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或者是缺点？缺点就是差在说，机能还没那么好。机能还没那么好。对，像我现在住那边，对面就黄昏市场。哦。买菜什么方便？要吃什么很方便。对，那这边可能就是出门可能就是要开车了。哦，出门开车，退休人可以用的。那像你这种口袋比较深的，你都可以退休，干嘛还要那么忙呢？还要干嘛？叫个 Uber 就可以了，直接叫过来，是不是？哦，所以就是你觉得机能比较不好而已。还有其他的吗？就是还没有那么繁荣。还没那么繁荣哦。其他我觉得都是优点。可是你就是想要远离喧嚣，不是吗？那我干嘛要那么多人呢？其实也不错。然后再来就是这边慢慢的形成一个聚落以后，有一些机能它自己就慢慢起来。这个是势必的，因为我自己住从化区，我知道之前我去的时候那边什么都屁都没有，现在什么都有了，全联啦，然后什么宝雅啦、康士美啦，连那个灿坤啦也都有了。那这个就是时间的问题啦。我相信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那我们最后来一个真心话不冒险啊！什么是真心话不冒险？就阿哲你讲真心话，
让对这个房子有兴趣的人呢，不会冒险买错房。所以另外讲真心话，假设再回到4年前，对，一样的预算，一样的考量，对，好，3、4年前啊，对，一样这些预算，你会选择市区的2房，还是我们这个大园客运园区的4房呢？那一定是这边的，一定是这边，然后看出去就是这样子啊，对，太棒了 ，OK，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阿哲这一次买房子的一个故事哦。如果你最近也买了大园客运园区的房子，欢迎来跟我联络，第一则留言有我的联络方式。那如果你是最近买的新车，想要贴这个隔热纸，也可以找一下阿哲。阿哲的店是在什么地方？南坎中正路。中正路哦，捷登哦，捷登隔热纸，直接搜寻，直接去找阿哲，有优惠吧？有优惠。谢谢 OK， 好，那我们今天感谢阿哲的分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 Nobel 的一个评比哦，它是。